大家好。昨天呢，我到佛山石湾，就是出陶器的一个有名的小镇那边有个南风古灶，也有一个高灶都是400到500年以前就已经在那边开窑做陶瓷的生产的地方了。那佛山呢，这个陶都也是由此得名的。结果我昨天是和家人一起开车去的那边，在一个叫南风古灶停车场，实际上呢是一个售卖这种陶瓷这种艺术街区的一个地方停了车，然后呢就开始了我在佛山这个陶都的骑行探索。我主要去的呢就是石湾公园，一个小城市非常漂亮的一个公园。这里面呢还专门就是有很多跟陶瓷艺术有关的一些建筑物、纪念物，还有一个陶师的祖庙其实是个道观。我相信呢，就是在那个地区大家对于他们有祖先遗留下来的这种艺术的产业非常的自豪。而且更重要的呢，佛山现在工业陶瓷、装修用的陶瓷呢，不仅销往全国，且销往了全世界，已经是世界闻名的陶瓷的生产基地，也促进着当地的经济，改善着当地人的生活的水准这是非常不错的一次小旅行。后来发现呢，其实就在这个石湾公园门前就有地铁的车站所以以后呢，如果还要去的话，或者有朋友他们不开车的话呢，从广州搭地铁去那个地方非常的方便了。唯一稍微留有一些遗憾的呢，就是昨天晚上我整理昨天拍摄那些视频的素材就发现到了下半段的时候就这个声音突然就失真了。其实呢，我的理解就是我的这个无线小麦克风跟这个机器设备因为种种原因呢就脱离了关系解除了捆绑。也就是说，这个麦克风也可能是因为电力消耗完毕因为用了好久了，整天充，它有时候电力可能就不足了。要不的话呢，就是这个机器一下子出了什么状况跟这个麦克风呢就失去了联络，因为它是用蓝牙来连接的。就一旦失去这种连接以后呢，这个360相机的一个弱点就是它如果在野外的地方或者马路上骑行等等它的收音的效果，就录音的效果比较差。当然据说也可以做一些什么定向性的设定什么之类的。那总之没有一个麦克风呢，其实它是没有办法产生一个让听众能够听清楚你说话的这么一个效果的。这也是为什么呢，我通过一些途径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找到了一个勉为其难的小麦克风。这个麦克风的名字呢叫 Smart Mic， 也就是说是一个聪明的小麦克风因为真的它就是100来块钱人民币的一个售价，而且非常小，就像我现在就别在我的这个领口上，然后它在1-2米的距离之内呢，就勉强还是可以把这个说话的声音就录音以后的效果还是听得清楚的当然比起那种动辄几千块钱的真正的好的品牌的麦克风那是差了一大截。但是那种麦克风呢就有个缺点，就必须要在这个360相机上面呢安装一个接收器就会多出一坨东西来。
然后呢，你在胸口别一个麦克风，就等于说你首先要有接收器，然后你才要有一个麦克风，它就是一组，就比较的麻烦，就显得这个360相机呢，本来一个小巧的一个小玩意就变得有点臃肿，变得不大方便携带，而且拿在手上或者挂在这个车把上呢，也会让人家感觉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东西，就不是特别好。所以呢，在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解决方案之前呢，我就一直用的这个 Smart Mic 这么一个小的微型麦克风但是我以前在视频当中也跟大家交流过，这个麦克风呢，它真的这个可能功率太小了就它蓝牙的接收范围呢，也就仅仅是几米的距离，稍远一点呢，它就会出各种状况。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它会断连，甚至呢会影响到你这个视频就没有声音或者等等吧。所以我的视频的这个质量有时也取决于讲话声音是否清晰。那我想说话让大家都听不清楚的一个视频呢，肯定是会被大家不喜欢的但是呢，我们也不是以这种盈利为目的的，就是记录一下生活就勉强能够听得到呢，我就基本上满意了。但是如果说连基本的这个条件都满足不了的话呢，那还是比较沮丧的。所以我昨天还是前天也跟大家说过，我又入手了同样的一个小的麦克风，就有个替代因为你出去久了几个小时呢，它那个麦克风可能就会电很微弱，就造成了收音效果的变差。那个本来有一个备用的麦克风呢，结果就泡在水里洗衣服的时候呢就洗坏了，所以又新入手了一个。那现在呢，我就是绑着我这个麦克风，其实它是一组它有2个，据说是可以串联起来的。但是呢，我今天先到村里来骑行一下，就先试一试其中的一个，看看它的收音效果跟我原本的那个是否差不多。昨天下了一夜的雨，今天感觉就还是阴沉的天，但是呢，这种凉风习习的感觉还是非常适合于骑行的。现在我在祈福湖边的这个道路上骑行看到祈福湖边的那些村民们照样载歌载舞。今天应该是礼拜天吧，所以大家尽情的享受自己的闲暇的生活。因为今天呢，我只是测试一下新买来的这一对麦克风。现在呢，我测试的是第一个等一会儿呢，我想再试一试第2个。我昨天晚上呢都已经把它们充了电但是这个麦克风很有意思它虽然是同一个品牌，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呢，它可能也有自己单独的 IP， 也就是说，这个蓝牙只认识一个，即便是在这个品牌底下，也只能是认识其中之一。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测试第2个的话呢，你就必须要把第1个删除，重新呢再配对连接成功以后呢，你就可以使用第2个。
大概需要这么一个程序啊。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像这种360相机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品牌的这种相机，现在他们都是为了多媒体的制作、拍摄、制作推出这种产品啊。就是我觉得这些产品吧，你配备一个外置的麦克风应该是一个标配啊。但这个360相机呢，真的，如果你粗粗一看，拿在手里很小巧，一根隐形的这个拍摄杆啊，可以帮助你就是有第三人称拍摄这种效果，这挺好的。但是它又必须要配很多的这种外接的麦克风，有些也挺昂贵，好几千块钱，再加上呢，那个麦克风的体积啊，也有这个相机一般的大小。这感觉真的非常的不合理。我觉得它是缺这样的 built-in 的技术吗？还是说它就是要一步步的推出更多产品来更新换代啊？那这个我们也不是很懂，这都是厂家的一些套路吧。但不管怎么说呢，作为我们消费者也不能当水鱼啊，就不能随便入坑，就不能让我们的钱包莫名其妙的受损，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想一些办法，在这些高品质和一般的品质之间呢，就是来做一个平衡。就比方说我用100块钱的一个麦克风，也能达到我一个基本的要求的话呢，那我觉得也 OK 了啊，所以要求不要太高。但是它一定是比你没有这个麦克风来讲呢，真的差好远啊。所以我看过一些视频，就人家很多人买了这个360的相机呢，它主要是用于骑行啊，尤其是摩托车啊、单车的骑行。就大家呢，主要是追求一种镜头的变换啊，然后产生一种全景的视野。但是很多人呢，都因为困惑于它的收音效果太差了，就你在骑行的时候啊，那种风噪完全淹没了你说话的声音，那就变得这个视频就大家不知所云啊，不知道你在说啥，因为完全听不清。也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多用了这个360相机的这些人呢，最终就放弃了这个相机，因为它的优点很好，但它的缺点也太明显了。再加上一堆的设备啊，有时不是钱的问题，你绑很多的这种接收声音的装置，我就感觉真的是这个技术还有待于提高吧。将来一定是要做到一个把一个接收声音的这个装置呢，就内嵌到这个机器里面。那么也就是说，你只要随便胸上挂一个无线麦克风，那你就可以有非常好的收音效果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目标吧。好，我现在已经在祈福湖呢围了大半圈了啊！我现在准备停一停，把这个机器呢关掉一下啊，删除现在麦克风，然后呢我要更换另外一个麦克风，虽然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呢确确实实它就是要重新再来匹配一下。好，非常快速的呢，我删除了旧的麦克风，又重新配对了，连上了新的麦克风，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玩意。我继续呢挂在我的胸前，挂在我的领口上。那这段呢，我再稍稍的说一段话啊，然后呢，我就赶紧回家去看看把它导出来效果如何。
因为最起码呢，我要给卖家一个反馈，就能不能用。就很多事情呢，都是在网上慢慢学习所得啊。虽然只是学习皮毛，但是呢，有时候也管用。就比方说，以前大家觉得 Insta360相机啊，你必须要配那种大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大品牌的那种麦克风。那种麦克风呢，就是还是蛮大的，然后它还有一个接收的装置，首先要连上，甚至呢，你要在这个360相机上面啊，做一些特殊的处理，才可以把这个接收的东西呢，先能够挂在你这个360相机的一侧。虽然据说呢，它设计的这个对于拍摄来讲啊，还是不会影响到你这个取景。就是360其实也不是360度啊，大概也就是300多度吧。就这一块呢，它可以规避掉。但是呢，就是会让你这个360相机啊，边上突出一大块啊，上面呢有一个转换的一个装置，在下面呢再连接一个接收声音的装置。然后这个呢，其实就是你真正的一个声音麦克风的蓝牙的接收器。那么你身上呢还要挂一个麦克风。当然了，好处是就是你这样的收音的效果呢比较有保证，并且呢，即便你离开你这个机器啊5步10步的话呢，它基本上也不怎么受影响。也就是说，你要想着拍的专业一些，或者说你要做一些访谈等等呢，你真的是应该用这样的比较专业的方法啊。当然，坏处呢就是携带不是很方便啊，就让人看着这个机器边上多出来2块东西。所以呢，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就是休闲玩一玩，记录一下自己生活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找到一些替代的方法。那现在这个叫 Smart Mic 这种小的麦克风呢，它其实就是一个 AirPod， 也就是说苹果出那种麦克风啊，差不多的一个东西。但好在呢，它便宜啊，而且呢，它的效果要比苹果的那个麦克风啊，还是要强一些。所以呢，我不知道这个里面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就这个小的设备啊，到目前为止，它还是被这个360相机作为一个蓝牙麦克风呢，它是兼容的。但是我不知道它以后新出的这些产品啊，无论是相机还是麦克风，它还能不能兼容，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另外呢，有人说，就是你如果把这个小麦克风呢，也可以作为一个接收来用，就这2个同样的麦克风呢，它互相是可以连接的。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你的一台相机上面啊，它可以连上2个这样的麦克风，就以便你去采访别人啊，另外一个挂在别人的这个胸口上等等。据说是这样的啊，但是我没去尝试过。而且我觉得这100来块钱的东西啊，它也高级不到哪里去。于我而言呢，其实就是仅仅能够挂在我的胸前啊，以一个比较相对不是这个显眼、不招人嫌的一个方式呢，就能够进行我的个人生活视频的拍摄、录制。那我就觉得就差不多了。当然，我也没法忍受，就是这个声音啊，断断续续，或者说有时候根本就录不到，那么你这一段视频可能就报废了。就像昨天我去石湾这个陶瓷小镇啊，就发生这样的问题。虽然那个视频我还没有开始剪，还没有开始编，那我就想着我在导出360视频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了，所以稍微带来一些遗憾。
其实呢，我们在看很多的一些视频博主，就更多的是一些拍旅游这种生活视频的人，他们用的设备呢，其实都很普通，或者呢就是一个手机，然后呢可能外接一个麦克风而已，拖着一条长的自拍杆。那这个自拍杆呢底下有个三脚架，就以便于在某些地方呢可以就立在地上，自己对着镜头可以讲一讲。但更多的时候呢，其实就是用手机这种最基本的拍摄的方式在取景，在拍摄。所以呢，它肯定也会牺牲一些角度啊，或者有时候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镜头呢，就从眼前溜走了。但好处呢，其实就是返璞归真，因为你最终呢呈现出来的，也就是你看到的那些风景，或者说你想表达的一些画面而已。只要声音清晰，甚至有很多人他的声音呢都是后期在这个制作视频的时候啊，这个说的旁白。那还有很多呢，就是你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啊，没有办法查阅太多资料，就在回来制作的时候呢，在查阅补充很多的这种资料啊，就比方对一个什么古镇啊，一个有名的地方，你把那些概况介绍呢，就通过打字的形式，以字幕的形式呢就反映出来。当然你也可以补一些旁白等等啊，就这种。就我看这些人拍的一些视频啊，也很多人看啊，大家也不大会在意他这个拍摄的水平和用的那些器材是否高级等等。就你只要呈现出来，有时候呢也是一种自己的风格吧。但是这些呢，就有时候真的不好说啊，就是也是一种运气吧。就大家就对你这些视频产生好感，或者受到了某种推荐，你就有可能就会争取到更多的粉丝，得到更多的关注啊。但是我一直觉得，这是只有几%甚至千分之万分之几的人才有可能这样的运气吧。所以呢，我们也不要想太多，我们只是完成自己每天的这种骑行或者生活需要。同时呢，我们也就是随手拍一些，让某些亲友们啊、朋友们呢，看看我的生活状态，然后呢，也会了解一些我去过的地方。就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跟着我的镜头来看看这些大家熟悉或者不熟悉、听说过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它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我觉得这就是我做视频这种无为而治。当然在可能情况底下呢，也会增添一些设备，或者说呢找到更好的编辑视频的方法。但是肯定不能喧宾夺主啊！我不可能说这段时间我就不骑行了，在家潜心研究怎么来制作视频，怎么来对齐这个市场的需求等等啊，就我没有这种想法。所以呢，今天趁着来测试一下2只新入手的麦克风，测试一下这2个麦克风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达到最基本的我的要求，就是我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它不断电，它能够把我说的话呢，大概的能够让大家比较清晰的听到。那我回来制作时候呢，我的制作的这个软件能够识别到这些说的话，自动出一段字幕，大概这样就很好了啊。当然这个字幕呢，最多也就70%、80%的准确率，还是要费很多时间去进行校正。当然我一般只校正1遍啊，所以每次这个字幕呢，
肯定也会遗漏很多错误的这个词句啊等等。但我觉得这些呢，就大家都不要太在意吧。对我来讲的话呢，我就一段视频上传以后，我就把原稿都删掉了啊。因为对我来讲的话呢，我肯定是觉得明天的那个骑行视频或者是所见所闻才是更重要的。过去的呢已然过去，就像我们走过的人生回不了头，在过往呢再精彩也没有必要留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啊。就是还是活在当下，脚踏实地啊，就是面向未来，尽量让自己的每一天呢都是积极的，而不是为过往自怨自艾。好了，我转了一大圈呢，现在又回到我住所附近了啊。我就把这一段呢回去编一编。如果这个声音跟我以前的麦克风收音的效果差不多的话呢，我就把它呈现出来，也让大家有这种需要的人了解一下，用这种比较便宜的麦克风呢，也能产生基本的这样的满足基本的这样的要求啊。那我们还是经济第一。好了，那今天呢就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并给予更多的反馈啊。当然，你也可以提出你的一些想法、建议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下次出行再见，拜拜。